你觉得是我害死伯奇吗？这得问你自己。陆南山确实让人找过我，请我杀你爹。我也前进了宁岭阁大营。你爹是病发而亡。你没动手？我儿伯奇死了。这有什么关系？我瞧不上云中信，这么些年我也没有把他当儿子，因为我不需要他。但现在，袁仲新是我唯一的儿子。到了这一刻，我总该为他想想。以你俩的关系，我何必杀你爹？空口无凭。你信不信，我也不在乎。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到底。如果是你动的手，我一定会杀了你复仇。你刚才那些话，为什么不当着袁仲新的面说？我凭什么告诉他？你刚才是不是想废了他？做父亲的，管教儿子天经地义。你怕他去西夏死在袁浩手里，所以你宁愿废了他。还是有点父子之情。你错了，我瞧不起他。我让他去，只是不想我袁家血脉断绝。如果伯奇还在，他死了我都不会多看一眼。至于这么恨他吗？因为他不够优秀。袁仲新真的残了怎么办？不死就行了。不可理喻。你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把北河星交给我。然后呢？你再把北河星交给袁浩。获得信任，才能借机杀他，为我而报仇。我不会把北河星给你。孩子，用他一命换袁浩一命，这都不会算。齐斋杀袁浩不是为了报私仇，那还能为什么？帮天下战乱，保大宋未来安宁。保大宋？老了干嘛？爱国之心。爱国？你姓赵，当然爱了。可是我们袁家是鲜卑血脉，大宋万万子民，血脉各异，却在用同一种语言，说着相通的爱恨、悲欢、聚散、荣辱。百年千年，我们与这片土地相连，无法分割。国家是我们共同的名字。所谓爱国，便是爱我们自己。起高调就想感动我，漂亮话谁不会说？我没想感动你，我只是有点难过。用不着你难过。不是为了你，其实我根本没想过你会理解，只不过袁仲新和袁大哥他们都是这么想的，他们也是这么做的，你从来都没有懂过他们。少年人只懂热血，哪懂世故？有错吗？我累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爹临死前让我给你带句话：愿世间万物不再阻你。
袁天官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我保证让袁仲兴3年之内不入西夏。走。怎么感觉他老了许多？3年，这么说，是要同意北河星的交易了。3年，换一个杀袁浩的机会，不亏。你们说呢？3年行商，我没问题。就是不知道北河星怎么想的，万一我赔钱了呢？3年修炼刀法，求之不得。行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再见一次北河星，把交易敲定。你们去吧。那位何县城，暗中勾结行骗，窃取民财。我会把他带回开封，国法论处。我刚才一直在想取舍二字。我等儒生，又怎会不知舍生取义，杀身成仁？我不跟你们去了，我要回开封，把我的路走完。王宽走，王宽不走，王宽走，王宽不走，王宽走了，期待就少了一个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人嘛，相聚就会有别离。但是就算天涯海角，七斋还在。王大哥，你做过噩梦吗？我曾经做过最可怕的梦，就是回到了过去，但是没有遇到你。我曾经对自己发过誓，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与困难，我都会和你站在一起的。小姐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开封。我当然愿意啊，但我不能去。取舍二字，谈何容易啊！王大哥，你要去找寻自己的路，我其实很自豪，因为你选的是一条需要自己完成的路。能遇见你，我很幸运，但我不会放弃你的。我一定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，然后总有一天，我会重新找到你。王大哥，
我现在放手，可不是放弃你哦。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。我知道。赵姐姐，我没事。王大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路，我很开心，真的。这是怎么了？北河星呢？去田里了。田里除草施肥，田里的活很多。我带你们去见他吧。你行吗？我得去。那走吧。他每天都这样。这世上能活吗？干不完的。难怪府衙都查不到他是北河星。若不是在这田埂中长大，哪能想到替世人出谋？说吧，你们的决定。不用跟他商量。也可以，但说完以后，他明天就忘了。这么严重了？要不然为什么要找传承者呢？3年之后，把西夏暗探的名字给我们。当然。成交。那现在就开始了？这么快？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。维远，顺着路往西走，那儿有一个商队，他在那里等你。3年内挣的钱留够自用以后，剩下的送回来。建商队要什么凭证吗？不需要，
亏钱的话怎么办？北河星他相信你，老头还挺有眼光的。这3年，我们怕是见不到了。3年后还是这里，都别忘记回来。天涯海角，奇斋一体。走了。哎，你留下习武。他这人行事荒唐，我陪他一段。记得回来，我在这等你。这也算商队？连匹马都没有啊！是商队，总得有货物吧？全都是稻草啊！稻草下边全是牛粪。对，这些东西谁要啊？小薛啊，就这情况，你觉得3年能有什么结果？别想那些了，能不饿死就不错了。都已经这样了，出发吧。去哪儿啊？不知道，边走边想吧。上车。走。这哪是商队？这不逃难吗？伤得很重啊，搞不好10年之内都站不起来。我们没那么多时间。尽力吧。行了，我们先不聊这些了。我们剩下这几个人需要做什么？各有安排。裴将，你呢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投身乡野，独自行事；第二呢，跟着他们。如何独自行事？你不想跟着他们？我想，但是不能。齐寨每个人都该独当一面，哪怕是我，也该奋勇向前。好，独自行事，就是奔赴灾祸之地，救助灾民。灾祸也分旱灾、水灾、地动、风涌、疫病，你选一个。疫病也是。是。那可以学医。当然。我就选这个。但我要提醒你，疫病一起，尸横遍野，救灾的很难出得来。我可以的。你们2个不劝他一下？齐斋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。好，裴将，你顺着这条路往东走，进了村，第3个房间那里有一个乡医，你就跟着他吧。我原本以为大家会永远在一起，不会分开，原来不是这样。傻丫头，不过3年而已。那就说好了，3年后不见不散。袁大哥，我一定会治好你。全靠你了。不见不散。王大哥提过，范大人说了，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。
他去走良相济世的路，那我便去依这世间的人。小景加油！小景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欺诈每个人都该独当一面，哪怕是我，也该奋勇向前。他有伤，我不能跟他分开。北河星给你的信你还没读呢，不用看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做什么就行。你们确实不用分开。北河星说你们两个有能力，心照不宣。要是联手，比独自行事要用处大。大爷还挺懂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么多年受北河星启示，书院里的学生著书的名册。给我们做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他们要干什么，由你们说了算。我们说了算，不用找北河星商量。不用。他就不怕我们把他们给卖了？他信你。大宋少年志2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那我就实话实说吧。北河星想在书院找志同道合，确实没错，但是路走偏了。读书，明事理，这才能无神呐！哈，这怎么可能偏呢？是没错，可是他们的人数远远不够。你还要找什么人？什么人都行。耍杂耍的、开食铺的、种地的、行商的，这些人都可以拉进他的触摸大业。盲信者众多，靠几个学子救得了多少人？他们人多，我们人也不能少，不然只是杯水车薪，徒劳无功。可是这些人都信鬼神呐，那就给他们好处啊。这有什么用啊？只要好处给的够多，别说信鬼神，就连祖坟都能卖给你。人家信鬼神，心里有慰藉，你们这么做没用的。我们可以造一个假神。袁仲贤，咱们现在是去鬼神，你还要造一个鬼神？一回事儿，先造一个假神，然后再亲自把它毁了，总能让人清醒。这比劝说讲理有用多了。非常之时，当用非常之法。四鬼大叔，你不如想想，北河星这么多年才拉拢了几个学子？这神怎么造呢？造神这个事儿我们有经验。阿寨的文无期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哎呀，不认识就算了。这个人吧，也挺讨人厌的。他现在正在西夏专门造神。还要去西夏把这个人找过来？都是密格的，他行，我也行。好，好，好。那我问你啊，咱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？首先我们要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。我来起，我起名很有一套。父亲大人，离开时信誓旦旦，还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。你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吗？记得，若到绝路，只能咬牙前行，哪有时间后悔？没想到这么快你就后悔了。其实也不算后悔，只是有了新的前行之路。什么路？身居高位者，或能救百姓于水火。这条路，我早就给过你。你想为大宋尽忠，那有没有想过，身处高位，才更能尽力？高位永远有人，不缺一个王冠。言犹在耳，这就改弦易辙了。我走之后，王家将下一代希望交在谁手里？你那几个堂弟，论学识和人品，也未必输给你。我想见他们，
想争，也不是不行。王宽，人走错路本是常事，可你总得学会认错。你如果在我面前都无法低头，怎能夺回属于自己的地位？又怎能在朝堂上立足？身为儒生，至刚易折的道理，你总该明白。刚易折，柔恒存，这出自道家，不是儒家。你，请父亲大人给我机会，让我与自家堂弟会面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低头。我以往不愿意低头，是心里自傲自尊，总觉得读书人当有傲骨。那现在呢？你的傲骨不要了。有人问我取舍，为了大宋，我愿意舍弃什么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万物皆可舍。能屈能伸，朝堂立足这第一步算是站住了。对了，那个裴景呢？他们会开封，你不是非他不娶吗？要想重回王家，就不能有他。好，我给你机会，去夺回本该属于你的一切。起来吧。听说你还带回来一个人，金湖南路襄宁县县城，此人与府衙暗中结党，与行骗者结盟，借鬼神在役之名敛取钱财。此人既是罪犯，又是人证，当以国法论处。金湖南路近日传闻，乡间多了一尊新神，你可知这其中底细？什么新神？你看看这名字吧。九天十地，金光无敌，保国安邦，南山神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什么呀？这个南山神啊，开堂口了。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开堂口啊？这我跟你慢慢说啊。听说了吗？南山神还给钱呢，最近可砸神像500文，斩灾役根本300文。砸神像还给钱？是吗？可不是嘛。小二，这种事儿，这你们可就不懂了。加碗馄饨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道观、佛庙这种地方都不碰。各乡镇啊，他们那自立的神像都可以砸，好多人都拿到钱了，这多好的买卖啊！哎，不过这砸神像、斩灾役会不会遭报应啊？你看，我说吧，没事儿的，人名字不都说了吗？9天10地，金光无敌，保国安邦南山神嘛。他为什么叫保国安邦啊？就是为什么？这个秘密啊，大家可别瞎传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南山神跟当今圣上是拜了把子的。这难怪，我就是跟当今圣上拜把子。对啊，这都有人信。在百姓眼里，圣上那是天子，天子多大呀？跟鬼神拜个把子不过分吗？不，这是欺君之罪啊！赵简起名字起得好啊！如今枢密院已经是乱成一团，个个是焦头烂额。这事跟枢密院有什么关系？南山神取了个好名字，怎么了？那神明已经有了画像，知道谁的脸吗？谁的脸？陆南山，就是他。好歹有个枢密院副承旨的差遣在，如今竟然把自己的脸画成神像，这还了得？枢密院已经请旨拿他了。够黑的！南山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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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山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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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山神。南山神只是个过渡，也就是先用这个名字，扫一批旧神，回头我们自己再把南山神给毁了。这样一来一回，多少都有人明白鬼神不可相信的道理。当然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。哪一点？回头关押要是查起来，倒霉的是陆南山。你是真黑呀！小陆长院自己说的。若有机会救大宋于危亡，他愿意为大宋献出一切。我愿意付出一切。哎，我们只是尽可能的满足他的需求。无耻！你们太无耻！我听说你们最近扫了不少神庙，成果极好，全民皆兵。就没遇着点强硬之徒吗？你没发现这段时间不见赵姐吗？老大，老大，他们人都齐了，正赶过来要把神像抢回去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信什么的都有啊！你说要是信狐妖虎精也就罢了，见鬼了，磨盘都有人信。磨盘神在这个村已经好几年了，隔壁村就是因为这个一直跟他们不对付。为什么？隔壁村拜的是书神，书道寄卖那个书。对，那不就是黄豆神吗？难怪了，跟磨盘神不对付。老大，抢磨盘的快到了。不许伤人，都给我打回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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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简就这么一家一家打过去的？离庭扫穴，杀得兴起，这么顺利吗？参与行事者都有铜钱的。赵简在动手的同时，也会把这些骗子的敛财手段暴露出来。自此之后，怕是有好些人都不敢再信这种骗局了。哎呀！哎，这边，1、2、3。我还有一事不明啊！啊，您说，这维园的生意还没有什么起色，你们这造神像啊、开堂口的钱从何而来啊？找了位金主。谁呀？是你啊！你哪来的钱啊？我家在开封城住的借身像。那又怎样？您应该知道，借身像经营交易，买卖极多。给我，数字没错吧？没错，人家做大买卖的，不差这点小钱儿。做什么买卖？先是中间牵线，然后自己也做些买卖。这么说你很有钱，攒了些财产。那为什么还要投靠那个陆南山？ 1、2、3。有钱也得先有命花。有钱啊，有钱就投到这个无底洞里来。以维园的人格担保，以后赚了钱都会还给他。钱不钱的都是小事，我就想问先生一句：
我姐如今怎么样了？为什么睡在棺材里？疫病之地，十室九空啊，屋里的家具都被偷走卖了。那棺材呢？哎，你姐的意思啊，是先把后事准备好了，一旦出现意外的话，也方便一些。这种方便要她干嘛？能不能让我姐回来？这是你姐的意思啊。现在啊，石灰撒街，焚烧尸体，她是样样在行啊。当地的大夫说了，不假时她就可以独立问诊了。何必如此拼命呢？啊？我姐跟之前相比，变化还真的挺大的。是啊，进汽车之后，每个人都有变化，包括你。嗯，都是他们把我教坏的。啊，对了，南山神造势效果差不多了，你可以带陆南山回开封了。我和赵姐忙不开身，麻烦你跑一趟。你们不杀他？他杀了刘生，犯的是国法，自该有国法惩治。可他毕竟有枢密院官身。你放心吧，现在第一个想拿他的就是枢密院。会不会把你们供出来？证据呢？这脸还有这名字，可用的都是他的。那我现在动身。那我就不送了。你就不怕他半道把陆南山给放了？小景这个弟弟，心性坚韧。如果有一天密阁会重组的话，他或许该是其中一员。哦，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薛应一直没回来找我。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该走的路吧。这是要回开封了。小陆长院好眼光。任正新要把我交出去。袁大哥说该以国法治你。我死不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，我才是大宋的希望。我挺佩服你的。哪怕是杀人无数，众叛亲离，你也从未怀疑过自己。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想，或许您本不该死，或许有一天，您真的能东山再起。本该如此。可我不希望有那一天，因为到那一天，你一定不会放过我们裴家。我不信这个。下次您再来照顾啊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累了吧？坐，一起吃。哟，你看你出去这么些天，也不知道写封信回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韦公子都说了，让你坐呀，快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先吃，我们出去一趟啊。哎，好。走。
你怎么会在我家啊？借住啊？为什么借住啊？省钱啊！你不打理商队了？为什么打理商队？你得挣钱啊！那太慢了。所以呢？界身像的经营交易，我也上手了。你也来这一手啊？不仅来一手，我觉得经营交易啊还不够。什么叫不够啊？我觉得一切都可以交易，丝绸、玉器，甚至稻谷、菜蔬，都可以在界身下交易兑换。不可能啊！谁会要这种东西啊？你不明白，这天下万物啊，都是财源。那也不对啊！你总不能把各地特产都运来开封吧？不用运来啊！不运来怎么交易？交易的是虚数，是货物的象征。什么虚数？什么象征？听不懂啊。比如10斤鹿肉，这鹿肉呢不在界身下，但我们可以先开始交易互换。就比如，你拿米酒换了我的鹿肉，然后把鹿肉给我送过来。然后你再拿没到手的10斤鹿肉去换今年的新茶。可我其实什么都没得到啊，换的是归属之权。那鹿肉呢？不重要了。怎么会不重要？最后归属之人，如果什么都不想换了，我就让人把鹿肉送到他府上。这种交易一旦开始，就很难停下来了。我不明白，这来来回回交换怎么赚钱啊？你不懂的，这是一个聚宝盆。